雅典呢有很多舊的建築，那你說有没有新的呢？有，你看这一整片公園，其實這是一棟建築，在這個屋頂下面，它既有圖書館，也有歌劇院，其實這是一座國家級的文化中心，而整個建築的形象就像戴了一個帽子一樣。很多人不把它當作建築，而是當作一個公園。那這裡就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思路，很多地標建築都在努力的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被看到。但這個項目呢，剛好反過來，它在努力的消失，而實際這棟建築的建築師跟杭州天目里項目的是同一個，就是來自意大利的倫佐皮亞諾。今天咱们就來聊一聊雅典文化中心，也叫做斯塔夫羅斯尼亞爾科斯基金會文化中心。要理解這個項目，咱們先來看看整個區位。這個位置呢，離雅典的中心城區稍微有一點遠，已經靠在海邊了。雅典本身這個城市擁有着非常厚重的歷史，但是這一塊地方在建這個建築之前，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，就是這個區域似乎跟城市已經割裂了，海歸海，城市歸城市，中間是什麼呢？工業用地啊，穿過的高速公路，從整體來說並沒有太大的用處。似乎是被這個歷史非常厚重的城市所遺忘的一個角落。你看，這裡有一個體育場，在04年雅典奧運會的時候，這個體育場呢被用作手球啊、排球啊、跆拳道啊一系列項目的舉辦地，而這片區域呢就被用作了停車場。這麼看起來是不是有點浪費？因為這塊地本身景觀資源非常好，外面就是海，但似乎這麼棒的條件都沒有被用起來。所以這個文化中心很重要的一個任務，就是要解決這塊地在城市當中非常尷尬的這個局面，把這塊地重新的讓人們充分的使用起來。那既然是一個建築設計，肯定有設計任務。這塊地裡面呢，要有一座圖書館，一個歌劇院，最好呢還有一個大的公園，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文化功能。聽起來算複雜，但也算常規吧。而這個建築最出彩的地方，恰恰是對這一些單一的功能進行一個巧妙的組合。對於一般的建築而言就是整塊地拔地而起，對吧？但是這個建築不一樣。它把地面直接給抬起來了，有一種常規的抬起的思路，就是沿着海面逐漸上升。但是這裡就有一個問題，人們在體驗這個建築的時候，行走的過程就會有一個鈍感，因為靠近城市這一面是最高面，那你首先是不是得從入口直接到達最高處，看到了海面，然後沿着這個長長的坡一直朝着大海往下走。但是因為整個坡很長，你所看到的景觀就是海面，所以整個過程会有點單調。而皮亞諾選擇了另一種方式，方向調換了一下。首先起坡，先讓你看不到海，所以人們的體驗是首先到達這個公園，然後沿着坡道緩慢上升，看到前面有個大屋頂，非常吸引人，就一直朝着這個大屋頂走。所以從城市面到建築這個過程過渡得非常絲滑，一路往上走，越來越高，城市景觀就跟着慢慢往後退。漸漸的就從公園走到了屋頂下面。然後再沿着台階往上走，天氣熱的話，走起來就比較陰涼了。然後到達了這個坡的最高處，接着海就出現了，就給人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。前面是海了。你可以在這個屋頂下面看看景，喝點飲料，吹個小風，或者就坐着放空。等到坐的感覺無聊了，就可以到樓下去。而且你想到这個建築下方也不一定要原路返回，因為最高處還有一個玻璃長廊，你可以在裡面邊走邊看景。
到這個玻璃長廊盡頭的時候，就有一部電梯，你就可以通過電梯直接往下走。所以整個過程的路線都不是重複的，這就是這個建築最高級的地方。皮亞諾並不是專注於在搞什麼造型，而是在控制整個體驗的節奏。從城市部分到建築部分，整個過程是緩慢的推進，平滑的過渡，然後到達最高處，視野一下子開闊了。而且建築是重的，但是這個建築整體處理得非常輕盈。你看這個樓梯用細細的鋼索吊着，你看這個玻璃長廊非常的通透，包括內部的空間。一般來說，文化建築尤其結合雅典，常規的思路可能要體現出這種厚重感，但這個建築並沒有這麼處理，反而是顯得之前說的通透輕盈。它沒有什麼大量的亂七八糟的嬌柔造作，而是非常的乾淨，非常的規矩。圖書館也不是一個封閉的知識盒子，它有一點像遊樂場的感覺。你在圖書館看書看累了，走2步路就可以出去，旁邊就有小朋友在表演。如果你想重新到這個大屋頂去坐一坐、看一看、走一走，你可以坐剛才下來的電梯，同樣旁邊也有樓梯直接通到屋頂上面。雖然建築區分了室內、室外，但是通過皮亞諾的設計，將室內、室外、上面、下面都非常和諧的組合在了一起。剛才說到它有一個大帽子，那這個帽子是什麼呢？它並不只是一個造型。這一塊漂浮的屋頂看起來非常的薄，其實是皮亞諾把它給做薄了，視覺上看起來很薄。中間是鼓起來的，它上面有大量的光伏板，為整個建築提供了能源。同時大的屋頂也調節了建築的氣候，因為雅典已經在南邊了，夏天的時候非常的熱，通風降溫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不仅仅是這個屋頂，整個建築也幾乎圍繞着降溫展開。剛才說的，屋頂可以發電，也可以遮陽，還有一個通風的效果。屋頂下可以形成微氣候，那上面的整個公園綠化也可以為整座建築降溫。你可以看到整個建築不是在對抗環境，而是在適應環境。所以面对這樣一個功能相對複雜的文化中心，它的表達方式非常的克制。其實這也是倫佐皮亞諾一貫的風格。當然他也年輕氣盛過，那不氣盛那叫年輕嗎？你看看巴黎的蓬皮杜藝術中心，彰顯技術，但是皮亞諾整體的作品還是偏克制的。皮亞諾是高級派的代表人物，但是他年紀越大越內斂，而整個建築這樣非常低調、非常內斂的處理，反而突出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人。當你來到這座建築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各式各樣的人，有跑步的，有看書的，有表演的，有躺在草地上的，還有什麼都不做的。各式各樣的人都在利用這個建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甚至很多人都不會進到這個文化中心，他不會去圖書館，不會去歌劇院，但是他已經在使用這座建築了。日常中很多建築的主題就是建築，比如造型、功能，但是這個建築你可以明顯的感覺到它的主題就是人。我們常碰到的文化建築，似乎這類建築都是一個消費文化的地方，有各式各樣的創意設計，而這個建築就像生活本身的一部分，你不用刻意帶着目的去體驗這個建築所帶給你的功能，你在這裡隨便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都可以。這裡似乎在重新定義人和空間的關係，很多建築都在爭奪人們的注意力，而這個建築做了一個更難的事情，就是退出舞台的中心，建築在這裡並不是焦點。所以在這個地方，建築刻意去降低自身存在感的時候，自然、城市、人才会真正的出现。也許這也是未來公共建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。它並不一定是地標，並不一定要高大，並不一定要顯眼，而是更自然的去融入城市，融入人們的生活。當然，這也有另外一方面，就是運營管理也要跟上。生活中我們可能遇到有的建築設計的時候，它的屋面是可以上人的，但是在實際運營當中，可能就不讓上了。所以不僅是設計，在運營管理方面，這種建築也是非常值得去借鑑的。那如果是你，你是更喜歡這種低調的建築，還是說一眼就能感受到震撼的地標建築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下期再見。